大家好，我是陈天慈，谢谢。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三毛不只是女性，这里的止呢是停止的止。允许我先跟各位做个自我介绍。三毛是我的姑姑，所以说呢，我的父亲是三毛的大弟弟。三毛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前几天呢，我跟我的父亲说到我要来上海了，他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上海是他很喜欢的一个城市啊。之后呢，我就说，要不你跟我说说姑姑给你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他对一个我父亲80岁了，对一个80岁的老人来讲，他其实陷入了长长的回忆里面。然后他跟我说，他替我节省了很多时间，我就觉得奇怪，节省什么时间呢？熟悉三毛的朋友都知道，三毛本名陈平，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中间还有一个字“茂”这个字，“茂”这个字很难写，笔画很多，可能很多朋友到现在也不太会写啊，这个我也不太会写。三毛在那个年纪呢，小时候他当然也是不太会写呢，所以呢，三毛想想不会写就算了吧，我就把这个字给删掉算了。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啊，因为呢，为什么中间这个“茂”这个字通常是代表我们的家族的排行，对不对？不能随便删的。但是呢，三毛的大胆还不止于此，就是我的爷爷，就是三毛的父亲，比他更大胆。他说呢，孩子喜欢这个名字最重要，那他不喜欢“茂”这个字，我们就把它删掉了。所以名字要跟着孩子一辈子，所以要听孩子的。所以呢，之后出生的我的父亲跟我的叔叔也不再沿用中间这个“茂”这个字。所以我父亲说呢，在他人生当中，每次要写名字的时候啊，他特别想到说啊，这个姐姐造福了我们兄弟俩，我们可以节省了不少时间，对不对？但是呢，不止于此啊。三毛呢，改名字的这件事情还没完啊。之后他开始写作，还要取个笔名，他就想到了我们跟上海渊源很多的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也是三毛很喜欢的一部作品啊。三毛就把自己的笔名取为三毛，那是不是硬生生的又少了一点笔画啊？对，这三毛挺聪明的。我的名字不难写，但是呢，这件事情也给我很多的启发。给我的启发呢，就是我原来自己的名字是可以自己改的哦，你的人生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哦。你不喜欢、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是可以说出口的。那还有呢，就是父母亲的爱是可以那么宽容的。那三毛的父母亲呢，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对他的宽容其实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三毛小时候喜欢读书，但是家里人比较多嘛，所以他就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大家知道吧？是什么地方？去墓地读书。那我小时候就觉得奇怪啊，我就问我姑姑说：“难道你都不怕吗？墓地读书啊？”她说：“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总有一天都要躺在那里。那现在躺在那边的也是别人的亲人、家人，对不对？有什么好怕的？”那小时候呢，姑姑很喜欢跟我们讲一些鬼故事。然后听她讲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觉得也没那么可怕了。我本人小时候呢，我很希望得到同学跟朋友的一些认同和陪伴。但是呢，年纪越长越会喜欢独处啊。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但是在三毛在他那个年纪，他就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享受独处的快乐。很多人想到三毛，想到什么？对，荷西。是不是也想到他的勇敢跟浪漫，义无反顾的到了撒哈拉沙漠一个叫做阿雍的小镇啊，跟他的西班牙的夫婿在那边结婚生活。但这个事情呢，对我们远方的亲人来讲，其实是很担心的。虽然三毛是一位常常走遍万水千山的游子啊，但是当时的世界是很难想象撒哈拉沙漠这个地方的。
我自己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啊，所以日常生活都挺方便的。当时我也天真的以为姑姑去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游山玩水，她应该自由自在的吧。结果呢，没想到她也要为生活上的很多柴米油盐烦恼啊。当时打一通长途电话回家都很不方便，更不用说一封家书来回都要1个多月了。所以呢，大家看到三毛撒哈拉的故事底下那些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一些小故事啊，其实我们家人是很心疼的，心疼他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还要防着邻居怎么样顺手牵羊，有没有？然后防着天气炎热的时候，他要走很远去挑水。另外呢，他也总是舍不得我们家人寄给他的生活费，他总是舍不得用。所以呢，我心里有个疑问。到底是要有多爱才愿意跑到撒哈拉这个地方啊？对不对？就带着这个好奇呢，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也去了撒哈拉沙漠，去到阿雍这个小镇，去了50年前，姑姑曾经住过的这个房子里面啊。同行的朋友呢，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如果是你，你愿不愿意住在撒哈拉这个地方啊？”我其实很诚实的回答，虽然姑姑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也很喜欢旅游，但是说真的，我并不会想要住在这个地方。我也很喜欢旅游，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来旅游就行了，我还是舍不得我最喜欢的中国菜。所以说呢，三毛带给我们勇敢去爱、去感受的示范，但是呢，在我们家人的角度来看呢，确实觉得他很辛苦的。但就是这份旁人觉得辛苦，他觉得甘之如饴的养分啊，就是造就了他至今流传下来的作品。那撒哈拉的故事是爱情故事吗？三毛是不是恋爱脑呢？其实啊，当我踏进他的小房子里面，我在那个他住过的房子里面待到半夜，我看着那里的每一面墙，踏着他跟荷西曾经踏过的地板，还有看着他书中的描述过的天降山羊的洞，还有那个三毛称之为沙漠饭店的厨房，有没有？应该有读者会记得了。所以我突然发现呢，三毛其实活了很多人的好几辈子啊，所以说，爱情并不是三毛的生活的全部。他的生活里面也真的不是只有爱情啊，他只是忠于爱这个字。这里的爱呢，其实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爱情的爱，第二个层次呢是亲人还有对远方家乡思念的爱，第3个层次是向往远方、对自由向往远方的爱。所以呢，三毛就是爱这个字，他只是忠于自己而已。来到1981年，三毛就回到了台北的父母亲身边生活啊，所以我们也有了比较多的接触的机会。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小故事，姑姑带着我跟我的双胞胎姐姐，我们一起去吃冰，就是吃甜品的店啊。我们3个人常常有这种独处的时光啊，我们都不让父母亲跟着我们，我们就3个人自己去。当时我大概是小学的年纪吧，其实每次小学出去吃饭嘛，那肯定是父母亲帮忙点菜，对不对？我们就跟着吃就对了。结果呢，那天一坐下来，三毛就把菜单放在我的面前，他说：“来，你负责点餐。”我就懵了，怎么办呢？我没做过这个事情，我不会点啊。然后我就折腾了很久，想了半天，说：“吃水果冰吧。”那三毛就说：“你确定要吃水果冰吗？家里都有水果，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其实我心里想要点的是仙草冰啊，但是我考虑到，姑姑和姐姐喜不喜欢吃啊，所以我就打了一个安全牌。所以我心里就是琢磨了很久。当时呢，姑姑也没有说她是什么用意啊，但后来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选择自己负责，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想。就像刚才我说的，他是不是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他也没有在意别人怎么想。所以呢，后来我长大以后呢，我出去餐厅吃饭，面对那些琳琅满目的菜单，有选择困难症啊，
或者是在工作生活上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姑姑当时的那个用意在那里。很多人是不是喜欢三毛的文字作品啊？是不是觉得他那些朴实的文字里面隐藏了深深的含义在里面？这跟他跳脱框架的思考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啊。三毛小时候呢，他在学校受到老师的霸凌，所以呢他就决定在家自学。这对1950年代来讲是一件很大的创举啊，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下。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如果教室像游乐场》。它里面说呢，教室可以在任何地方，教室也可以是游乐场。跟各位说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有一次呢，我放学回到爷爷奶奶家，三毛也在那边啊。那三毛居然跟我说：“来，给我看看你们的成绩单。”我觉得奇怪啊，因为我印象中这个姑姑自己的成绩也不怎么样，你怎么要看我们的成绩单呢？对不对？我心里就在犯嘀咕。那后来呢，看了我们的成绩单，他说：“你们的成绩太好了，这样不行。哪天你们考个最后1名，姑姑给你们奖品。”这就是姑姑的学渣奖。后来呢，我再仔细想想，三毛在学校受过的那些伤啊，但即便如此，他并没有放弃学习，他还是能够一目十行的阅读啊。这也影响到我后来也喜欢在互联网上面学一些新知识啊。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也都是很爱学习的朋友才会来到这边啊。三毛除了文字作品受到大家喜欢之外啊，其实我也听很多朋友说，他很羡慕三毛能够勇敢去爱，能够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是？还有羡慕三毛能够从事自己的创作。但是呢，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三毛并没有想要成为三毛，他没有想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他只是忠于自己内在的纯粹。他说过一句话：“成熟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这句话很触动我。其实我们现代人都很怕表示自己的天真，对不对？就怕先付出了，好像就吃亏了，好像就会被别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想法。我们想要天真，但是呢，也害怕回到小孩般的天真。三毛穷其一生，他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勇敢地活出自己。即便如此呢，我也了解啊，我有我自己的人生，哪怕像我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啊，我们有着相似的外貌，相同的成长背景啊，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不可以被复制的。姑姑曾经开玩笑说过一句话：“你们2个双胞胎打架，自己打自己。”当时呢，我们也是当个玩笑话听了哈。但是呢，其实他想跟我们说的就是，你要活出自己，传奇也好，平凡也罢。三毛不只是过去的三毛，他是勇敢，他是爱，他是我们心中最纯粹的小孩。因为纯粹，所以会在心中生生不息的生长。他是我们心中不停止热爱生活的那个自己。所以呢，三毛是我们共同的一种精神样貌，也是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在的渴望，勇敢的做自己，不受限，不做作。所以呢，三毛是女性，更不止于女性。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呢，我很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段三毛的音频，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事实上我根本不是三毛，我是陈平，我只是躲在三毛的背后写了一些文章而已。所以我常常跟我父母说，我说我绝不把三毛带回家，就是回到家里，比如说出来有时候我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然人家叫我三毛我答应，回到家里的时候把那个门嘣一关，我就把三毛关在门外。回到家里的是另外一个人，我绝对不会说在这方面给自己心理上有什么期许或者说什么压力。所以写文章的时候绝对
不太管读者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就是一本我的真诚把它写下来。以上就是我和我的姑姑三毛在 TEDx Woman 的演说，谢谢各位。